你是否曾经感到困惑？为什么尽管我们付出了比以往更多的努力，工作更加勤奋，却依然感觉自己的财富并没有相应的增长？这种现象其实可以用一个简单却深刻的词来描述：内卷化。这个词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复杂而普遍的社会现象，它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今天，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内卷化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悄然改变我们的世界的。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给大家举3个例子。第一个例子，高考和高校绩效考核。就像高考和高校绩效考核，第1年大家每年发1篇论文能得1万，后来学校说多发多得，于是有人1年发了2篇，得了2万。第2年所有人发了2篇，结果大家还是只得了1万，因为学校的钱是个定数，没有增加。就像清北每年招生人数没有增加，增加的是所有人的努力。第3年所有人发了3篇，所有人还是只得了1万。N 年后大家每年发 N 篇论文，年终分红还是1万。高考也是如此。第1年大家学习8小时，有个别同学学了10小时，他考上了清华北大。第2年大家都学10个小时，结果只有学了12个小时的学生考上了清北。几年后所有人每天学24个小时，清北还是只招那么1000把人，怎么办呢？看谁家钱多，请的家教更牛逼。这让我想起一部小说，属于内卷的升级版本。刘震云写过一部小说叫《故乡相处流传》，里面有个吃蛋糕的情节。大阪食堂把村里所有粮食做成一个大蛋糕，一开始随便吃，后来看到蛋糕小了，村民意识到以后要挨饿了，于是拼命抢。可是越是拼命抢，蛋糕消失得越快，所有人饿死得更快。可是不抢的话，你饿死得更早。是不是有点眼熟？你不努力，你坠落更快，可是大家努力，大家坠落得更快。原来一群人过独木桥，大家都慢悠悠的，每天能过去1000个人。后来大家都聪明了，纷纷抢着过，结果堵在桥上，速度反而慢了。再挤下去，独木桥断了。还记得以前挤火车吗？你不挤，你就没有机会上车。可是大家都挤的话，因为有人的包被卡在门口，谁也进不了，越挤越动不了，于是火车就开不了。内卷给人一种恐慌的感觉，大家在恐惧的驱使下竭尽所能争夺资源，可是资源有限，大家越是争夺，资源损坏越大，甚至无序的竞争会带来毁灭性结局。可是你不争，就被别人得了便宜，被人骂 SB。 归根结底，这样的争抢式的努力只是从别人身上挖肉，而不是创造出新的价值。这样的努力看着很感人，实质上是无奈的、徒劳的。补充一下，其实社会发展到今天，凭现在的生产力足以让所有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由于分配问题，由于资本的压榨本能，使得大部分人并没有因为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获得相应的幸福感。内卷的结果是资本可以获得更加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增值更快。但是劳动力本身却更苦了，这也是为什么机器会吃人的根本原因。机器哪会吃人，是资本要吃人。尤其是在这个科技和知识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内卷并不利于社会进步。在一个社会中，知识的创造和发展往往需要一个宽容和自由的环境。当社会福利体系健全，人们的生活更加稳定和保障时，知识和科技的发展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促进。相反，过度的竞争和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实际上可能阻碍科技和知识的进步。在一个充满压力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人们很难专注于创新和学术研究，这对于推动科技发展是不利的。内卷状态下的知识生产者是非常焦虑的，相应的，知识学习者也是极度焦虑，
这样的学习效果其实并不好。这就是上面我专门举例高考和高校科研的原因所在。更何况，这种过分的竞争极大地降低了人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所想象的理想世界是，每个人可以在解决温饱的前提下，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焕发出最大的工作热情，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当然，这只是理想。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第二个例子，江湖中的葵花宝典。江湖中的葵花宝典故事，实际上是对现代社会内卷现象的一种深刻隐喻。在这个故事中，葵花宝典象征着一种能够带来绝对优势的技能或知识。当这种技能成为公共资源，人人都能够学习时，它的独特价值便开始消失。这种情况下，个体不再是基于兴趣或真正的需求去学习这项技能，而是出于对竞争的恐惧和不愿落后的心理。这种心态驱使着每个人都去追求同样的目标，即使这个目标并不一定符合他们的真实需求或愿望。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被削弱，因为大家都在追求同一种标准化的成功模式。这种模式的普及导致了个体之间差异的减少，每个人都在努力成为另一个版本的标准成功者。但当每个人都成为了这样的成功者时，成功本身就失去了其意义。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所体现，比如教育体系中普遍的应试教育，以及职场上对某些技能证书的普遍追求。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内卷化的竞争模式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个人牺牲。在葵花宝典的故事中，为了练就这门绝技，人们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自宫。这在现实中可以比喻为牺牲个人的幸福、健康，甚至是童年。这种牺牲在短期内可能看起来是为了获得优势，但从长远来看，却是对个人发展的巨大损害。最终，当所有人都在同一条道路上竞争时，这条道路上的每个人都变得平庸，没有人能够真正从中获益。这种全面的内卷化不仅损害了个体的福祉，也阻碍了社会的多元化和创新发展。因此，内卷化不仅是个体层面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关注和思考。第三个例子，西瓜藤的比喻。假设一块肥沃的土地上有3个西瓜种子刚刚发芽，起初这些小小的生命在温暖的阳光和充足的水分滋养下悠然生长，它们各自向着不同的方向伸展，好像是在探索这个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竞争，因为资源充足，空间广阔，周围的小草小花也在这和谐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整个生态系统呈现出一种平衡和谐的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西瓜藤开始遇到了新的挑战。人为的在不远处建立了一道围墙，限制了它们生长的空间。原本自由伸展的藤蔓，现在被迫转向，开始了所谓的内卷。这些原本朝外生长的藤蔓，现在必须在有限的空间内寻找生存之道。它们开始相互缠绕，争夺每一寸土地、每一缕阳光、每一滴水分。这场突如其来的变化，给原本和谐的生态系统带来了混乱。强壮的藤蔓开始压制弱小的植物，原本多样的生态环境逐渐变得单一。那些竞争力较弱的植物，如小草和小花，逐渐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消失。西瓜藤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每一片叶子、每一段藤蔓都在为了生存而战。在这个过程中，西瓜藤的生长不再是为了探索和享受自然，而是变成了一场残酷的生存斗争。它们的生长方向被迫改变，不再是朝着阳光生长，而是在有限的空间内相互挤压、相互缠绕。这种内卷化的生长模式不仅限制了西瓜藤的潜力，也破坏了原本多样和平衡的生态系统。这个比喻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内卷化现象。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当资源有限、竞争激烈时，个体和组织往往会采取类似的内卷化策略。
他们不再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发展和创新，而是为了在竞争中生存。这种竞争模式不仅限制了个体的潜力，也阻碍了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在这个内卷化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很多，我们失去了多样性，失去了创新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和谐共存的可能性。这个西瓜藤的比喻提醒我们，内卷化不仅是一个经济或社会问题，它还关系到我们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中寻找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因此，面对内卷化的挑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生长方式。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既能满足个体发展需求，又能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方式。这不仅是对个体的挑战，也是对整个社会的挑战。只有通过合作、创新和可持续的发展策略，我们才能跳出内卷化的怪圈，创造一个更加健康和繁荣的未来。著名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有一个观点：人类要想继续生存，成功的定义必须得修改。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一针见血，内卷时代正在到来。今后 99% 的普通人无论怎么努力，都只能赚到辛苦钱，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然。20年前，阿里巴巴的口号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激励了无数创业者的梦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这个梦想正逐渐变得遥不可及。今天，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似乎再也没有轻松做生意的机会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市场变得前所未有的透明。无论是商品、服务还是创意作品，只要你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就必然会有竞争者以更低的价格出现。这种现象在电商平台上尤为明显，消费者可以轻松比较不同商家的价格，几乎总是选择最低价的产品。这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一些商家甚至不惜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销售商品，希望通过量的积累来弥补利润的不足。但这种策略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利润率下降，甚至出现负利润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观察到一个更深层次的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财富越来越倾向于向高处流动，即向那些已经富有的个体和地区集中。这种现象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所体现，但在中国尤为明显。随着高铁和其他交通设施的建设，一些原本偏远的3、4线城市变得更加便利。人们原本以为这会带来地方发展的新机遇，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由于交通的便利，更多的人才和资源流向了那些已经发达的1线城市，加剧了地区间的贫富差距。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发达地区拥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更多的发展机会，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和资本。其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的流动性大大增强，使得财富更容易在那些已经富裕的地区积累。此外，大型企业和平台由于其规模和影响力，往往能够在竞争中占据优势，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这种趋势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等，也可能导致社会的分层和固化。对于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体和地区来说，他们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他们需要在一个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实现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这不仅是政府和企业的责任，也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责任。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模式，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减少不平等，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繁荣和和谐的社会。在未来的商业领域，只有那些拥有庞大平台和资源的巨头企业才能够获得巨额利润。这些企业通过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够精确地分析和预测消费者的行为、偏好和需求，从而在商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他们掌握着大量的消费数据，这些数据成为了他们制胜市场的关键武器。
相比之下，中小型企业和普通商家在这场竞争中显得越发艰难。他们手中的消费数据相对有限，难以与大型平台企业竞争。这些企业往往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技术来分析和利用数据，因此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和盈利能力逐渐减弱。这种趋势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现象：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财富和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型企业手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头部效应，它意味着市场上的主导力量越来越集中在少数领先企业手中。这些企业由于其规模和资源优势，能够在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未来，只有那些在特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才能够获得显著的经济回报，他们将主导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赚取大部分的利润。随着社会的科技水平不断提高，贫富差距也将进一步加剧。因为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中，资源和财富的流动性更强，这使得财富更容易流向那些已经富有的个体和地区。国富论中提到的一个观点是，利润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商业的衰退，而是商业繁荣的必然结果。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中，为了吸引消费者，企业不得不降低价格，这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从长远来看，这种竞争会促进市场的发展和创新，但同时也意味着赚钱将变得越来越难。因此，面对这种内卷化的趋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价值观和目标。我们不能仅仅被短期的利益所驱动，而应该更加关注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企业的责任，也是每个个体的责任。我们需要通过深度思考和有效的方法论来应对这种竞争，寻找新的发展道路，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真正的成功。深度思考。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深度思考绝非一种消极的、被动的思维模式，相反，它是一种积极主动、深入探究的过程。深度思考意味着对问题进行彻底、全面且系统的分析，它要求我们不仅停留在表面现象，而是深挖问题的根源，从而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深度思考，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理解问题的本质，从而更有效地解决问题，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质。如何实施深度思考呢？以下是一些实用的深度思考方法和技巧。1. 提问法。提问是启动深度思考的关键，我们需要对问题进行深入的探寻，以揭示其核心。比如，在工作中遇到难题时，我们可以自问，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是什么？等等。2. 反思法。反思是深度思考的核心环节，我们需要回顾自己的思考过程，检验思考的深度和全面性。例如，我们可以自省，我是否对这个问题有了深刻的理解？我是否触及了问题的实质？我是否找到了合理的解决方案？等等。3. 总结法。总结是深度思考的收尾步骤，我们需要将思考的过程和结果整理汇总，形成一个完整的思考框架。例如，我们可以记录下自己的思考过程，包括面临的问题、进行的反思和得出的结论等等。通过这些方法，深度思考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一种可以实际操作的思维技巧。它能够帮助我们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找到明确的方向，提升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方法论。在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卷文化时，除了深度思考，我们还需掌握并运用有效的方法论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以下是几种实用的方法论及其在对抗内卷文化中的应用方式。1. SMART 原则。SMART 原则是一种目标设定的方法，它代表了具体 specific 可衡量 measurable 可实现 achievable 相关性 relevant 和实现性 time bound。在内卷文化中，这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设定清晰、实际的个人和职业发展目标。
具体明确自己的职业目标和个人成长目标。可衡量，设定可以量化的标准来跟踪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可实现，确保目标在当前内卷环境下是现实可行的。相关性，确保目标与个人的长期职业规划和生活愿景相符合。实现性，为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框架。2. PDCA 循环。 PDCA 循环即计划 plan 执行 do 检查 check 行动 act 是一种用于持续改进的方法。在对抗内卷文化时，这个循环可以帮助我们持续优化个人策略和工作方法。计划，制定应对内卷的策略和计划。执行，按照计划采取行动，如学习新技能、扩展人脉等。检查，定期评估自己的策略和行动的效果。行动，根据评估结果调整策略，采取新的行动。3. SWOT 分析。SWOT 分析是一种战略规划工具，用于评估个人的优势 strengths 劣势 weaknesses 机会 opportunities 和威胁 threats。在内卷文化中，这种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在职场竞争中的位置。优势，识别个人在职场竞争中的强项和优势。劣势，识别个人在职场竞争中的弱点和不足。机会，探索在当前内卷环境中的职业机会。威胁，警惕职场竞争和内卷文化中可能的威胁。通过这些方法论的应用，我们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制定个人发展计划，提高在内卷文化中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从而在职场竞争中保持优势。最后，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对于我们在内卷文化中的生存至关重要。这种心态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困难，还能显著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质。在这个充满内卷的社会环境中，我们经常会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从而难以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培养和维持这种积极心态，比如通过冥想、运动、社交活动来缓解压力和焦虑，或者通过自我激励和自我暗示来增强自信和动力。综合以上所述，要在内卷文化中避免被淹没，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这包括重新审视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学习深度思考，掌握有效的方法论，并且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实现更好的个人发展和生活质量。愿你我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中，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能够茁壮成长，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成功。让我们一起迎接挑战，拥抱变化，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